当谈及一个国家的武力装备情况时，所具备的高科技空中战斗力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战斗机也是一国军队最主要的武器装备之一，其好坏不仅反映在各种性能参数，还要看飞行员欢不欢迎，用得顺不顺手。虽然不能详尽阐述这个话题，但今天列出来了世界上最强的10种战斗机，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第10名，米格35战机。米格35是一款4++带喷气式战斗机，因其独特的光学定位系统而着称。该系统可使飞机减少对地面控制截击系统 GCI 的依赖，可帮助其独立进行多角色任务。在飞机每个翼尖上都安装有激光发射探测器 LED， 可帮助战机侦测即将到来的危险，并且可通过红外线波段抵消危险。第9名，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是欧洲战斗机公司英、德、意和西班牙4国合作研制的新型单双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主要用于防空和空中优势任务，兼具对地攻击能力。1984年，德、英、法、意和西班牙5团达成协议，提出欧洲战斗机计划 EFA， 中途法国退出。事过10年，1994年3月27日，英、德、意和西班牙4国联合研制的 EF-2000 战斗机原型机实现了第次试览。第8名，鹰狮战斗机。鹰狮战斗机具有8个可装载导弹和炸弹的挂载点，是一种轻型战机，以其压式3角翼设计和高机动性着称。这架战机支持一个复杂的 PS-05A 型脉冲多普勒 X 射线雷达，可以侦测120公里外的目标。鹰狮也可以通过发射空导弹进行超视距攻击。JAS-39 鹰狮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制的单座全天候全高度战斗攻击侦察机，用以在90年代取代瑞典空军的 SAB-37雷式战斗机。第7名，阵风战机。阵风战机具被众所周知的空对空战斗能力，是一种占尽空中优势的战斗机。阵风战机由法国军机商务机生产商达索 Dassault 飞机公司设计开发。这款飞机支持光谱电子战系统，可抵御地面和空中的威胁。阵风战斗机真正的优势在于多用途作战能力，这款战机是世界上功能最全面的，不仅海空兼顾，而且空战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以 F3型为例，阵风已具备高超的对海攻击、侦察和核攻击能力。阵风是一款能力全面、性能比较均衡的中型战斗机，既能空中格斗，又能对地攻击，还能作为航母舰载机，甚至可以投掷核弹。F3型，世界上真正属于这类全能通用型战斗机的新型战机，除阵风外，只有美国的 FA-18EF 以及 F-35。第6名， FA-18大黄蜂战机。FA-18战斗攻击机布局上采用双发后掠翼和双垂尾的总体布局，机翼面积为 37.16 平方米，以改善低速性能。机翼为悬臂中单翼，后掠角不大，前缘装有全翼展机动机翼，后缘内侧有液压动作的机翼和副翼，前后缘机翼的偏转均由计算机控制，自动改变机翼弯度，以便在整个性能包线内达到最佳升阻比。后缘外侧的副翼可作为金副翼使用，进一步增强低速操控性。机翼和副翼也可插动用于滚转控制。停降在舰上时，外翼段可以折叠，副翼位于外机后缘，铰链就在副翼和机翼的交界处。一根前缘是一对大边条，一只前伸到座舱两侧，因此可使飞机能在60度的迎角下飞行。FA-18大黄蜂战机是一种具备最好气动性能和大攻角能力的多用途战术飞机，被誉为美国尊严守护者。这架战机率先使用数字复用航空总线和多功能显示器，可使飞行员在瞬息万变的战斗环境中更加灵活地执行动作。第5名，苏 35分之30战机。苏35是第4.5代重型战机，具有远程、多用途、空优核打击等特性。
和苏30有同样血统设计，有相似性能特征和零件，也可说是苏30的一种特制版，更助长了苏35BM 型的研发。目前，苏35只有少量的5架服役于俄罗斯空军。苏35苏凯35是第4.5代重型战机，具有远程、多用途、空优核打击等特性。第4名，台湾 IDF 战斗机。IDF 战斗机采用的航电和3鱼度电传操控系统，几乎都是现成产品，和 F-16一样。这款飞机也是双手不离杆的侧杆操作，座椅向后倾斜达30度，帮助飞行员抗过载。具备对空搜索、边扫描边跟踪、地面目标指示、波束地形测绘等多种工作模式。对空最大探测距离为75千米，可同时跟踪10个目标，并制导中距空对空导弹攻击其中的2个。对水面最大探测距离为140千米，有效跟踪距离70千米。IDF 的机载雷达是由 APG-67改良而来的金龙53型脉冲补普勒雷达，拥有15种操纵模式。IDF 的航电系统较为先进，装有一台多功能抬头显示器，座舱有2台多功能显示器，能显示导航、通信、雷达和武器信息等，一套 H-423型机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能为飞机提供准确的导航，而且能为飞机的火控系统提供攻击所需的导航资料。IDF 还装有雷达警告接收机和电子对抗装置。第3名，俄罗斯第5代战机 T-50。俄罗斯第5代战机 T-50为单座双发重型战机，具备隐身性能好、起降距离短、超机动性能、超音速巡航等特点。T-50最大起飞重量34吨，在以27吨重量起飞时，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900千米，其超音速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1450千米，作战半径1100千米，战斗负荷可达6吨，内置3个武器舱，能实现飞行性能和隐身性能的良好结合。第2名 F-35战机。F-35闪电2是一款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生产的单座单发动机多用途战机，能够负担近空支援 F-35闪电219张目标轰炸、防空截击等多种任务。美国的 F-35闪电2有史上最昂贵战斗机之称。美军的通用低成本轻型战斗机和联合先进攻击技术的新战机理念，在洛马诺格公司联合研制的 X-35上出现，美军便选中它，并命名为 F-35联合打击战斗机 JSF。第1名 F-22猛禽战机。F-22战斗机的隐身性能、灵敏性、精确度和态势感知能力结合，组合其空对空和空对地作战能力，使得它成为世界上综合性能最佳的战斗机。F-22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于21世纪初期陆续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以取代 F-15战斗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主承包商，负责设计大部分机身、武器系统和 F-22的最终组装。计划合作伙伴波音公司则提供机翼、后机身、航空电子综合系统和培训系统。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建议停止新订单，经国会批准，最终采购187架战斗机。2010财年国防授权法致使缺乏生产更多 F-22的资金。2011年12月13日，最后一架 F-22的上线仪式在多宾斯空军预备役基地举行。F-22是世界上致命打击性能最好的战斗机，是美国空军的最重要机种。F-22猛禽是一款第5代战斗机，以其高机动性、传感器融合性、超音速巡航和致命攻击能力，成为了世界上最顶级战机。F-22猛禽是一种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通用动力等公司联合为美国空军设计的重型隐身战斗机，主要任务是取得并确保战区的制空权。
目前唯一现役的第5代战斗机。那么你认为最厉害的战机是哪一款呢？近段时间，台湾空军战机服役年限已到，是汰除还是延寿升级，成了空军非常苦恼的事情。如今，美国军火商主动与台湾洽谈，希望能为台湾提供一款最为合适、性能优良的战机。目前，台湾负责高空高速拦截任务的是法国幻象5型战机，迄今已经服役20余年。前些年，台湾进行了现役 F-16的升级专案，并从美国采购了66架最新生产的 F-16B， 将在2年内悉数交付。因为由于受到用机案的影响，法国一度延迟出售零附件，使得幻象2005型战机的妥善率仅有50%。台湾还是担心，不知道能否顺利完成该项目，因为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幻象战机不能顺利提升性能，未来将难以担当大任。于是，台湾将 F-15与 F-18纳入取代方案。目前双方已经有了初步讨论，包括美国即将全面退役的 F-15CD、最新延寿的 F-152040C、F-18EF 以及最新改良的 F-18XT 都在双方讨论的名单中。F-15系列战机是最优良的高空高速拦截机种，作战半径也比较大，是台湾最主义的一款战机。但美国觉得 F-18更加适合台湾，因为 F-18与台湾自研的 IDF 战机有许多共用的零组件，并且 F-18的电子作战能力更强，具有视距外猎杀能力，可携带10枚 M120空飞弹，只是在航程方面逊色于 F-15。目前美军计划在航母上使用2中队的 F-35B 与 F-18的混合机队进行协同作战。如果台湾先采购 F-18系列战机，未来获得 F-35的话，同样可以协同作战。F-18系列战机起落架比较坚韧，非常适合短距起降。最后一个是 F-18系列战机的最大优势，那就是设计之初就重视控制维修成本。虽然是一款双发战斗机，但操作成本仅比单发 F-16高一点。依照以往的数据， F-16C 每小时操作成本为8000美元。F-15E 高达21000美元，而 F-18EF 的操作成本仅有1100美元。对台湾空军来说，超级大黄蜂的确是个好选择。F-18系列战机非常符合台湾需求，在各类衍生型号中，我最推荐的是 F-18XT 战机。这款波音最新升级的沉默风裁是对台湾帮助最大的，意味着 F-18XT 完美弥补了 F-18系列的缺陷。提升的程度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可以帮助台湾对抗5代战机。近些年，波音公司在美军项目上接连失利 ，F-22与 F-35项目被洛克希德全盘拿下。B-21隐身轰炸机也由诺斯罗普负责。波音为了能继续保持在美军项目中的竞争能力，只能将目光投向现役战机。之前就搞出了一个 F-15EX， 并成功让美国国会买单。如今，波音又在 F-18的基础上推出了 F-18XT 沉默风版本。相较于美军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F-18XT 在外观改动上并不大，基本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气动布局，着重提升的方面都是 F-35比 F-18EF 先进的地方。相较于前行大黄蜂 F-18XT 拥有2大不同，一个是加装了保型油箱。另一个就是取消了机翼上的外挂架，利用外挂式封闭武器吊舱来取代。对于21世纪的美国海军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舰载机航程太短，加挂外部油箱会影响舰载机武器挂载能力。选择发展舰载加油机又治标不治本，最终只能寄托于下一代空中优势，希望能来个符合要求的。但大家也清楚，要求越多，研发难度也就越高。美国海军在下一代舰载机研发上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例如能躲避雷达侦察的新型机体结构、最新的隐身涂层、降低机体飞行热量的技术等等。另一方面，自身装备的发展也在影响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载机的研制，尤其是应推销给美国海军的 F-35C。当时美国空军已经订购了1170架 F-35A， 然而海军对这笔订单却迟迟没有决定，甚至还在当年延迟了 F-35C 战斗机的订单，转而扩大 F-18EF 超级大黄蜂的订单。
但是不买 F-35C 又觉得不给国会面子，万一以后给我穿小鞋怎么办？所以硬着头皮订购了260架 F-35C 战斗机。为了解决美国海军这个痛点， F-18XT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航程问题，装备了保型油箱，在不明显增加航程风阻的情况下，可以显著提高 F-18XT 的航程，并且无需外挂副油箱，保证飞机外形干净。这一对保型油箱为 F-18XT 沉没风带来了3500磅的额外油量，再加上本身内有14400磅，使得 F-18XT 在挂2枚2000磅炸弹以及2枚 M120中程弹时，作战半径从1092公里增加到1350公里。超级大黄蜂在设计上其实是存在缺陷的，其翼下挂架被迫向外倾斜，呈现出外8字的布局，导致超级大黄蜂在高速飞行时的阻力大大增加。飞弹长期暴露在外，也会让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提升，而封闭式武器舱的用途就是减少外挂飞弹造成的雷达截面积。在执行需要速度的制空拦截任务时，可以进行整流，减少飞行阻力。不仅仅3、4代机能用，5代机也可以用。英国贝就为 F-35开发了机腹机炮吊舱这类的隐身吊舱。波音设计的封闭式武器舱，每一个都可以挂载4枚 AN-120中程空飞弹。用上了这东西， F-18XT 就可以摆脱机翼上的外8字挂架了。除此之外， F-18XT 还换装了更强大的 F-414发动机，这是 GE 公司的 F-404与 F-41基础上研发的，加力推力增加了24%。在近距空战包线区域， F-414能提供比 F-404高30%至40%的推力。在高空截击任务中， F-414的超音速推力也比 F-404提高了20%至30%。由于气动布局的改善， F-18XT 在加速性能与爬升性能方面，比现役超级大黄蜂提高1至2.5倍。经过波音公司的21次试飞，详细测试了保型油箱与封闭式武器舱，再加上隐身涂层的使用， F-18XT 沉没风比美军现役超级大黄蜂的隐身指标改善了50%。最优秀的还是 F-18XT 的电子作战能力。在 F-18XT 机背上装备了球形飞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增加战机防护能力。机首下方配备了与 F-35一样的前视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能够探测、跟踪和瞄准各种陆地、海洋和空中目标。当在被动模式下操作战斗机时，这种综合体具有巨大的优势。与雷达相比， IRST 有助于探测空中威胁，还能显著增强战机的多目标交战能力，为飞行员提供更好的远程威胁识别能力。从 IRST-21 传感器组件上获得的数据，也能与其他传感器提供的数据进行融合，最大限度地为飞行员提供态势感知能力。而这种被动探测能力，直接针对的就是5代战机。 IRST 可以用于扫描地平线上的雷达战斗机，接收喷气式发动机释放的红外线热量，为 F-18XT 沉没风提供对抗5大战机的真正机会。另外， F-18XT 还换装了新一代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对座舱进行了彻底改造，利用整块屏幕代替一连串的仪表，让飞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攻击标准更加准确。安装的新型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可以让 F-18XT 与其他战机通过先进指向性网络技术数据链实现海量数据交换，并融合实时信息，用一句话代替 F-18XT 在超级大黄蜂基础上做出的升级，都在向美军 F-35C 看齐，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 F-35C， 甚至有了取代 F-35C 的可能性。F-18XT 的飞行寿命也获得提升，此前交付美军的超级大黄蜂飞行时间大约在6000小时，而 F-18XT 飞行时间足足增加了4000小时。更长的飞行寿命，除了能为军队服役更久以外，还能减轻后勤压力。经过这次改良， F-35C 恐怕在航程、速度以及火力方面很难超越 F-18XT， 而俄制苏35更不是对手了。波音此次进行了改进，可以保证 F-18XT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对潜在对手的飞机与防御系统保持优势，甚至能直面对手的5大战机，而这更是台湾需要的。相比之下 ，F-15SE 就要逊色一些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内。我们下期见。2013年台北航天展上，台湾中科院展出一套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因为采用相控阵天线，刚开始被许多人误以为是换了平台的风眼雷达，后来才知道是新开发的雷达雏形。对于这款新装备，中科院的简介海报中写着，这是一款机动式被动无线电信号接收系统，具有先进的相控阵设计，采用中科院开发的同步数字化波束合成及平行处理器技术，利用多角度目标探测能力，提高对空中威胁目标的早期预警能力。海报特别指出，该系统的信号接收站远离发射站，对抗电子战干扰及反辐射导弹攻击具有相对优势。看完中科院提供的相关说明，相信很多人还是没搞清楚这是什么玩意。那么下面我们好好聊聊。台湾岛内学者指出，无论中科院还是对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的简介讲得含含糊糊，对其任务说明不清不楚，语语害羞。其实说白了，他的任务就是探测大陆的隐身战机。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研制成功第一代隐身战机 F-117， 机身采用特殊构型，将飞机外观设计成尽量不使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反射回雷达。F-117 机身有尖锐的角度与极大的后锐角，让电磁波往上下左右散射，这对传统单机雷达而言极具隐身效果。但隐身战机将雷达波大角度反射，可能恰好被另一个方向的接收天线接收，隐身效果就大打折扣，飞行员也无法预知是否被雷达追踪，失去防御和反击雷达的能力。F-117 的隐身神话结束在1999年北约空袭科索沃时，一架 F-117 被塞尔维亚防空军第250营发射的俄制 S-125伯查拉核地空导弹击落。事后分析，它很可能是被双击雷达发现和锁定。至于台湾发展双击雷达的动向，早在2011年7月28日就有岛内媒体援引立法委员林玉芳的话说，为应对大陆在2020年可能部署50架歼20隐身战斗机所造成的防空压力，台湾国防部采取了多管齐下策略，除谋求美国为台湾空军现役的 F-16AB 战斗机换装可搜索隐身机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还自行调整武器开发计划，提前开发可在远距离多角度捕捉隐身机的双击雷达系统，并提高各防空指挥中心的自动化水平，加快的反应速度。当时林玉芳就表示，若落实顺利，双击雷达系统预生产型研制和初期作战测评计划于2016年完成，正式投产也有望从原本的2022年提前至2018年，刚好赶上大陆歼20投产部署，也能避免该项目的开发人才因空窗期过长而流失。同年8月22日，台湾媒体进一步报道，中科院已在2009年完成隐身目标探测关键技术开发，掌握锁定隐身战机技术。因大陆歼20开发提速，台湾国防部特意编列15亿至20亿元新台币预算，于2012年启动隐身战机探测预生产型雷达系统研制，2016年前完成工程样机。指出，中科院开发的隐身战机探测预生产型雷达系统，运用双击或多击雷达彼此间快速接收目标信号，比对数据，分析坐标，探测距离的能力，可从各种角度捕捉隐身战机。现在关键技术已确定获得，2016年预生产型通过作战测评后，希望能在2018年投产部署。从这些报道内容可以看出，2013年河北航天展上出现的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除了向立法委员交代开发进度外，也向大陆展示台湾的反隐身技术实力。早期雷达为了发射，接收间的隔离，发射机与接收机位置分开，以机械旋转式天线辐射连续波形及双基地雷达系统。二战爆发前，英国沿海岸线部署本土链警戒雷达网，工作波长为10至13米，发射与接收基地相距40千米，这就是典型的双击雷达。纳粹德国也曾搞出克莱恩、海德堡双击接收系统，利用英国的本土链警戒雷达当作发射机，在盟军轰炸机飞越英伦海峡时发出警报。这种系统可说是最早期的非合作式预警无源雷达，但因当时的雷达系统缺乏足够的信号处理能力，所以不能计算出目标的精确坐标。1936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发明收发合用的雷达天线，
实现发射与接收雷达波共享一部天线及单机雷达。1940年高功率脉冲磁控管出现后，各国纷纷发展收发一体的脉波单机雷达系统，双机雷达开发一时间停滞下来。上世纪50到60年代，由于人造卫星、洲际弹道导弹、远程轰炸机和各式导弹等先进武器的出现，国际军界重新对双机雷达技术产生需求。因为当时的导弹半主动寻地器庞大笨重，雷达发射机只能装在导弹发射平台上，导弹自身只能塞进小而轻的接收机，接收目标反射的电磁波，进而控制飞行轨迹，射向目标。像美国的霍克地空导弹、麻雀空导弹都采用半主动雷达导引。同一时期，具有快速波束扫描、高峰值、高功率和多目标跟踪能力的电子扫描相控阵天线，实际上应用于高规格军用雷达上。而相控阵雷达按照用途不同，又分为被动式天线与主动式天线两种。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进步，针对雷达的电子战、电子压制和电子反压制战术已发展的极为纯熟，服役中的单机雷达也很难完成任务，且在反辐射导弹和隐身战机的威胁下，本身的存活都是问题。从历次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经验教训来看，单机雷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找出对策，世界各国把更多精力花在双机雷达的开发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曾在1976年提出发展双机雷达的圣殿计划，构想将暴露电磁波信号的发射机部署在安全地带，在前线设置接收机，被动接收向超低空飞机、隐身飞机、巡航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等目标的回波，以便及早应对。1980年，美国在夸贾林岛导弹靶场安装多机雷达进行测试。英国则从1977年开始研究新一代双机雷达。最引人注意的是，1986年英国国防部特意利用电视台的电视信号作为双机雷达的辐射源。试验结果虽能发现目标，但分辨率较差，无法精确判断距离。至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为了应对北约的空中攻击，也发展了类似的双机雷达。像捷克泰斯拉公司于1980年推出塔马拉系统，苏联黄域设计局于1987年投产的更先进的铠甲系统，都能用以探测低可视度空中目标。双机雷达中的被动接收系统因不发射电磁波信号，被动接收目标反射的非合作式辐射源的电磁波信号，对目标进行探测、定位、跟踪和识别，因此又称作无源雷达。不发射电磁波信号的特性，使其隐蔽性和战场存活率较高，可配置在战场前沿，提供早期预警，并可探测到具有隐身能力的目标。所谓非合作式辐射源，是指辐射源和雷达没有直接协同作战关系，这样就使得敌方探测设备与反辐射导弹不能利用电磁波信号对无源雷达实施搜索、跟踪和攻击。无源雷达省去昂贵的高功率发射机、收发开关及相关电子设备，大幅减少系统制造和维护成本，相对系统也简单，尺寸小，可安装在机动平台上，易于部署，采购与维护成本低，不易被敌方侦察，一般不存在干扰问题，可24小时全天候工作。无源雷达可连续探测目标，一般每秒一次，电磁波信号频率大约在40至400兆赫，有利于探测隐身目标与低空突袭目标，不需要考虑频率分配与管理问题，因此可部署在一般军事雷达不能部署的地区，还可固定或机动部署。探测对象可以是主动雷达系统、通信电台或其他无线辐射源，也可以是仅仅反射无线电信号的目标。无源雷达按照探测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利用被探测目标本身反射的电磁波探测和跟踪，如捷克了；另一种是利用随机辐射源发射的电磁波信号探测和跟踪。可能的随机辐射源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移动电话基站、数字广播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各式主动雷达等。由美国洛马公司开发，利用无源相干定位技术的沉默哨兵无源雷达系统，英国开发的蜂窝雷达等就属于这类。而台湾中科院展出的双机雷达被动接收系统，看似掌握无源雷达的关键技术，其实并不然。根据中科院的说明材料，展出的系统并不像美国沉默哨兵那样利用随机轻射源探测目标，而是与借由主动雷达互相结合使用。中科院的海报里面明确写道，利用不同角度接收目标雷达散射回波信号，就是利用被动接收系统接收己方主动雷达照射目标的反射信号，对目标进行探测、定位、跟踪和识别，这样既能提高无源雷达的利用率，又能增强主动雷达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中科院的海报里还绘制出系统工作示意图，两部被动接收机对应一座服役多年的长白相控阵早期预警雷达，但相关工作人员解释以后实际运作时，
被动接收系统所对应的主动雷达应该以作战管制雷达为主。由于己方主动雷达相关参数都是一致的，因此在解决双击雷达时间、空间、相位及频率同步问题上比较简单。虽然中科院强调发射站与接收站可分离100千米以上运作，具有被动接收、不辐射电磁波、不易受电子干扰及反辐射导弹攻击等优点，但台湾本岛西部纵深较浅，能提供的预警时间有限，尤其是现在战机都可挂载防区外打击武器，不一定要凌空才能攻击目标，所以被动接收系统真要发挥早期预警效果，除了部署在外岛，还应开发海基版即舰载被动接收系统。实际上，中科院的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的死穴就是与主动虚打搭配，一旦搭配的主动雷达丧失工作能力，就会便与之搭配的被动接收系统失效，形成防御真空。所以终极目标还是要发展与美国沉默哨兵那样利用随机辐射源探测目标的无源雷达。中科院工作人员证实，展出的被动接收系统只是雏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他们已针对多辐射源复杂脉波信号、抵达时差定位法则进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沉默哨兵系统是产学研三方合作下的产物，由斯坦福大学、洛马公司、硅谷图像公司及美国军方共同开发。所以沉默哨运用许多民间企业的现有技术，其中硅谷图像公司就是以绘图工作站闻名，大家耳熟能详的多部好莱坞动画电影都是利用该公司的工作站所完成。这种产官学合作的开发模式，也许是对所有想开发无源雷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另类。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维护。台湾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一员，自然也不甘落后，不断在自主研发武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下将为您介绍台湾6大自研武器，这些武器不仅收获了台湾的科技力量，更为台湾国防增色显著。第6个，天剑导弹。大家都知道，空导弹是挂载在飞机上，从飞机上发射来攻击空中目标。在空导弹家族中，典型代表型号很多，比如红外制导型的空导弹，有美国的响尾蛇 M-9X， 俄罗斯的 AA-11， 以色列的怪蛇等。雷达制导型的空导弹则有美国的 M-120， 俄罗斯的 AA-12， 法国的麦卡尔等。这些典型的空导弹系统以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隐身技术、人工智能而著称。其实，在世界空导弹家族中，台湾的天剑空导弹也很有特色，无论是结构设计还是性能特点都很出色。天剑空导弹是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研制成功的空导弹系统。整体来看，主要具有如下3个方面的技术特点。第一，就是它有2种型号，分别采用了红外制导方式和雷达制导方式。这2种型号的名称叫做天剑负1和天剑负2空导弹。其中天剑负1空导弹采用的是红外制导方式，具备有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可全方位攻击等性能特点，而天剑负2空导弹则采用的是主动雷达制导方式，作战性能更好。不同的制导方式使得它们具备有不同的作战性能。第二，就是天剑负1采用了典型的压式布局结构。从外形来看，中国台湾的天剑负1空导弹典型外在特征是压式布局、前翼操纵、为稳定控制，很像美国的响尾蛇 M-9X 空导弹系统。第三，就是天剑负2采用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关键技术。从外形来看，中国台湾的天剑负2空导弹很像美国的 M-120 空导弹。它的一些关键技术，比如主动雷达导引头硬件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提供的，而相关软件则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提供的，可见在它的身上具备有世界领先空导弹的先进关键技术。第5个，沱江级巡逻舰。沱江级巡逻舰简称沱江舰，是台湾研发的具有隐身功能的穿浪型双船体型导弹巡逻舰。第一艘原型舰于2012年10月2日动工建造，2014年3月14日举行下水仪式，舰名定为沱江号，舷号618，以纪念1958年在9·2海战立下战功的同名舰。其设计概念以美国滨海战斗舰 SS 为主要设计蓝图。沱江级定位于担任攻击舰艇的角色，接获己方提供目标位置资讯后，利用快速与雷达隐身的特性，迅速接近目标发射导弹攻击。由于吃水浅，沱江级舰战时可疏散到各中小型渔港，避免对大型军港的依赖，减少开战便在军港内遭受偷袭而集体被灭的风险，保持海军打击能力。沱江级巡逻舰船身由40多个船段以激光切割、焊接精密组合而成，舰体舷侧与上层结构完全整合，采取能降低雷达波折射的内倾结构，
此外，该舰还拥有隐身炮塔外罩的主炮、大倾角隐身主桅，有舷墙遮蔽的甲板设备与反舰导弹发射器等，均可大幅降低雷达反射。主甲板以下分为左右2个吃水船体，采双船体设计，舰体是由铝合金打造，一般磁性水雷无法吸附。沱江级巡逻舰可携带8枚超音速的雄风3型反舰导弹和8枚亚音速的雄风2型反舰导弹。反舰火力比台湾多数3000吨级海军巡防舰还高，且在6级风浪海况时仍可发射导弹，具备海上作业和战斗能力，航行性能与抗风浪性相当于3000吨级左右的军舰，只为提升对敌陆地目标的攻击能力。除此之外，该艇在2014年12月10日进行第8次海试时，隐藏在舰体内部左右各一座的 NK-32 3连装反潜鱼雷发射器赫然现身，代表本舰也拥有一定的反潜能力。第4个，雄风导弹。台军雄风导弹性能如何，早已成为老生常谈，但是过去20年来，台军却一直不肯公开其真实性能，因而该导弹的一举一动都得到外界高度关注。就在不久前，一枚雄风导弹突然从台湾九鹏基地发射升空，此举是该导弹服役舰20年来首次亮相。从现场传出的画面可以看到，台军发射的应该是雄风负2E导弹，其升到一定高度后，火箭助推器成功脱落，弹翼展开，至此该导弹进入巡航阶段，并以一定速度飞行了1个多小时。台军声称使用的巡航导弹主要有2种，一个是雄风负2E系列，还有一个是晴升超音速巡航导弹，但就性能而言，台军似乎更注重前者发展。不仅如此，其还打算量产增程型雄风负2E巡航导弹。据悉，普通雄风负2E在鲲鹏涡扇发动机推动下，最大射程可达到600公里以上，而增程型雄风负2E则能达到1000公里以上，这样的射程无疑是引人瞩目的。目前已知的是，雄风系列导弹不只有雄风负2E对地巡航导弹，还有雄风负3反舰导弹。第一款雄风负2亚音速导弹研发于1982年，时隔8年之久才正式服役。台军认为其性能之先进，将不亚于美制鱼叉导弹。雄风负3是在2015年服役的一款超音速反舰导弹，台军认为雄风负3性能将超越雄风负2E，与雄风负2是名副其实的航母杀手。第3个 IDF 经国号，这是台湾最著名的作品。20世纪70、80年，台湾为了应付对岸的高速发展以及美国的虚与委蛇，决定研发自制防御战机及 IDF。1988年第一架 IDF 出厂，型号为 F-CK-1，CK 则是为了纪念蒋经国。IDF 是台湾自研成功的第一种第3代战斗机，在同时期的台湾战斗机里，综合性能排名第1。IDF 的机身参考了西方先进战机的设计，机体设计水平达到了3代战斗机的主流水平，优于歼 8B， 接近 F-16A。IDF 有8个挂点，可挂自主研制的6枚天剑系列对空导弹。天剑一型具有全方位攻击能力和抗红外线干扰能力。IDF 的武器系统能力优于歼 7B， 近似于歼 8M。IDF 动力系统较差，推力不足，高速性能差，航程短。不过其机航电系统非常先进，雷达等遥遥领先当时的大陆战机，可使用天剑2型实现超视距作战。第2个，云豹装甲车。云豹装甲车是台湾的自产武器，也是台军的骄傲之一。其装备的部队很广，包括诸如机步234旅、机步333旅、装甲586旅、装甲542旅、宪兵指挥部等等各种部队，覆盖台湾全岛。云豹装甲车早在2001年立项，2001年完成第1辆样车，2004年经过多次修改，推出了成熟的3辆样车，2065年1月11日正式公开和命名。整个项目研究共花费2200万美元，并不算高。因台军特有的拖沓，云豹装甲车直到2007年才开始量产，计划10年内生产1400辆。客观来说，云豹装甲车是一款性能优秀的装甲车，分为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2种型号。车身全重22吨，采用米其林防弹轮胎，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制造的新型涡轮增压柴油机，同美国斯特赖克装甲车基本相同。它的最大功率450马力，最大公路时速100公里，最大公路行程800公里，且行驶相当平稳，成员较为舒适。它的加速能力不错，从0速到32公里每小时只需要8秒，在实战中有很大意义。当然，云豹也有不错的爬坡、越壕能力。同所有的通用装甲车一样，云豹装甲车的武器多种多样，它可以采用双人炮塔、
装备美国现役布莱德利步兵战车的大毒蛇25毫米机关炮。这种机关炮塔的性能优秀，在海湾战争中击毁了各种各样的目标，甚至击毁过伊拉克人的 T-55主战坦克。当然，云豹还可以安装注入40毫米榴弹发射器。云豹装甲车的防御能力还算可以，车体和炮塔采用钢装甲，外面挂载中科院研究的陶瓷复合装甲，可以抵抗近距离200米内射来的 12.7 毫米穿甲机枪弹，正面可以抵御1000米距离的25毫米机关炮。就装甲车来说，这已经相当优秀。第一个，光华系列导弹快艇。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对岸海军装备的海鸥级导弹艇已经老旧难堪大用，而且多个方面较为差劲。在这一条件下，新舰艇的研发被提上日程。2000年10月，新艇由高雄市左营区的海军舰艇发展中心和中山科学研究院开始了共同设计研发阶段。随后的2003年，科研单位顺利地完成了第一艘原型舰艇的制造，也就是光华6号。设计单位也凭借该舰艇于2005年成功拿下了140亿新台币的订单。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该型导弹艇的性能参数。光华6号导弹艇全艇长为 34.4 米，艇宽为 7.6 米，吃水深度可以达到3米，整个舰船可以乘坐17人。在外观上，光华6号的外形干净简洁，舰身方面主要是采用了钢制材料，并且在船身使用了常规的引申设计，以舰船的甲板处为界限，舰尖处到尾部外板的上层建筑都有着内倾斜12度左右的倾角设计，舰艇的上层建筑也采用了倾斜设计，从某一角度上一眼看上去，有时候甚至都像是美军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光华6号的前后主甲板被上层建筑隔开，在前壁位置处还设计有一个舱门，主要用于通行使用。舰船的桅杆处有着一定程度的反射角度，这一方式在世界上也广为运用。该设计方式有着尺寸小、航行时迎风阻力较小且稳定的好处。另外，光华6号的驾驶室内还有海军所用的大成系统战情数据链显示台，舰长可以通过该系统获取相关战区的情报资讯。此外，驾驶室内还有着多部双管干扰弹发射器，可以发射热焰干扰弹、金属薄条干扰弹以及烟雾弹等。在舰船的主甲板上还设有2门 T76S-20 毫米单管机炮，但是在后续的舰船上却把舰首处的机炮进行了拆除，仅保留了舰尾的机炮，但是在相关的甲板空间仍有着预留放置机炮的空间。动力方面，光华6号采用了 MTU4000 系列的船用16缸柴油发动机，该型发动机在舰船内部安装了3台，执行任务时光华6号的满载排水量可以达到 186.5 吨，其最高速度可达33节以上。至今，这款最强的光华6号导弹艇共计服役将近了20年，在出海作战任务情况下，一般都会以4艘到6艘为编队，然后向对方舰队驶去进行打击任务。截至目前，这一型号的导弹艇共计生产服役了31艘。那么除了这些，你们还知道哪些台湾自研武器呢？欢迎留言讨论。好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